你敢信？我穿越到斗罗世界，绑定神级拍卖系统，99级超级斗罗给我当小弟，大名二名被我抓来看看。魂骨、魂环、武魂、仙草、功法、神位等等，世间万物皆可拍。检测到宿主神级拍卖系统正在绑定中。那你系统，难不成我真的像玄幻小说一样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恭喜宿主成功绑定本系统，检测到斗罗大陆世界，系统资料匹配中。我竟然穿越到了斗罗大陆。系统，我连一点实力都没有，就算一只10年魂兽，我恐怕都不是对手。举行拍卖和找死有什么区别？再说，我也没有东西可以进行拍卖啊。鉴于宿主目前的困境，特赠送豪华新手大礼包1份。前人诚不欺我，果然有新手大礼包的存在。系统打开豪华新手大礼包，奖励宿主星斗拍卖阁1座，拍卖师1位，拍卖阁护法1位。系统，剧本不是这样的呀，我的武魂呢？宿主体内并没有武魂的存在，只要宿主完成了一场拍卖，将会获得一份大礼包。罢了，先看看大礼包里的几样东西是什么吧。拍卖师全双95级强攻系封号斗罗武魂极致冰元素，星斗拍卖阁护法9幽99级强攻系极限斗罗武魂幽冥之龙。拜见阁主。系统，你对我真是太好了。要知道，如今斗罗大陆的极限斗罗强者仅仅只有3位。不错，这倒是个好地方。系统，将星斗拍卖阁就放在此地。不错，不愧是系统的手段，令人匪夷所思。玄霜，从今以后拍卖事宜就由你来负责了。至于9幽，你以后就跟在我的身边，保护我的安全。二明，你也察觉到了吗？没错，一股非常强大的气息，难不成人类魂师又在谋划什么东西？没有想到人类魂师竟然贼心不死，敢派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来星斗大森林，今日叫他们有来无回。阁主，有2只10万年魂兽的气息朝着我们方向袭来，要不要我出手将他们解决掉？2只10万年魂兽，看来是大名二名了。有2只10万年魂兽看门，那星斗拍卖阁的名声算是彻底的打了出去。先不着急杀他们，将他们请来此地，我自有安排。人类魂师，那里是你建造的吗？此乃星斗拍卖阁所在之地。今日你们2只10万年魂兽扰了我们阁主的清秀，奉命前来将你们2兽捉拿住，交给我们阁主罢了。这是灵域境，你既然能够操控天地之力，怎么可能？二明，快离开这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想在我的手下逃跑，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可恶！别白费力气了，跟我去见阁主。人类魂师，你究竟想干什么？你这话可有意思了，貌似是你们2兽先来找我们星斗拍卖阁的麻烦，结果你们实力不济，才导致这样的后果，成为阶下囚了。有本事你放开我！想让我放过你也不是不可以，你们只需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即可。什么条件？也不是很难，只需要你们2兽以后帮我们星斗拍卖阁看大门。你休想，士可杀，不可辱。我们魂兽一族纵然生死，也不会答应你的这个条件。既然如此，9幽这2兽就交给你了。无论用什么手段，我只想要一个好的结果。住手！我们答应你的条件。交出你们手中收藏的珍宝，你们脑海里的想法我可是一清二楚。记住，我要你们收藏的全部东西。如果我发现你们私藏的话，后果你们懂。是阁主。你们拿来的这些宝贝我很满意，放心，5年之后我会还你们自由。希望你说话算话。是时候开始准备第1场拍卖了。9幽，你帮我写几份邀请信，一一送到斗罗大陆顶尖的势力之中。1个月后，星斗拍卖阁将会举行拍卖，还望各势力前来一观。什么人胆敢擅闯教皇殿？邀请函已送达，请按时参加星斗拍卖阁1个月后举行的拍卖会。准斗罗，绝斗罗，拦住他！来就来，想走就走，也太不把我们武魂殿放在眼里了吧？拿下！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还请诸位准时参加拍卖会。那个教皇冕下还追吗？如果你们不怕死，想追就去追。你们2人有没有看出那名神秘强者的路数究竟来自哪方势力？这个，根据刚才那个人释放出来的强悍气息，他的魂力等级至少是98级，甚至有可能是极限斗罗。能够派出这样一位疑似极限斗罗强者来到武魂殿送信，看来星斗拍卖阁的主人也不简单呀。教皇冕下，1个月后我们武魂殿是否要去星斗拍卖阁举行的拍卖会？去，为什么不去呢？1个月后，星斗拍卖阁举行拍卖会，欢迎7宝琉璃宗的各位前来参加。什么人出来一战？剑叔，你没事吧？斗罗大陆中竟然还存在着另一位未知的极限斗罗强者，而且他的魂力气息貌似并不属于昊天宗及武魂殿。风止，那我们1个月后是否要前往星斗拍卖阁参加拍卖会呢？
却刚才那名神秘强者并没有对我们动杀心。星斗拍卖阁对于我们七宝琉璃宗来说，并不是敌对关系。此时，斗罗大陆各势力都在重复着此场景。启禀阁主，所有的邀请信已经成功送达，只需要等待半月后的拍卖会开启即可。果然，极限斗罗的效率就是高。感受着2只10万年魂兽的气息，比比东3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竟让星斗大森林的2大霸主看大满，此拍卖阁背景不简单，电击形式，不得莽撞。在星斗拍卖阁内，任何人不得出现斗争。一经发现，所有人已经到齐。现在我宣布，拍卖会开始。第一件拍品，生命之石。想必你们已经感知到了这块石头中蕴含的惊人生命之力。只要你拥有了这块生命之石，即便受了再重的伤势，也会在短时间内快速痊愈，而且不会留下任何的暗伤。起拍价100万金魂币。这么贵，就这么一块普通的石头，说来也可怜，以我如今的身家，竟然还不抵一块石头。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星斗拍卖阁，居然蕴含如此珍贵的生命之宝。看来这一次我算是来对了。不好意思了各位，这块生命之石就由我小拿了。怎么会是封号斗罗？原本我仅仅以为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拍卖。怎么样，你们2人能看出什么名堂吗？不知道这一切发生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并没有注意到那名女子释放出来的魔。好了，刚才只是一个小插曲，现在拍卖会继续。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七宝琉璃宗以400万金魂币拿下。第二件拍品名为九星玄草，这株仙草可以大幅度提升自身的精神力。众所周知，魂师如果想要提升至更高的魂力等级，自身的精神力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有一部分的魂斗罗强者正是因为精神力不够强大，才久久没有办法突破到封号斗罗境界。同时，你服用了这株九星玄草，便可以越级吸收更高年限的魂环。起拍价格500万金魂币。教皇冕下，这绝对是新品草药。我的奇龙通天局能感觉到这株九星玄草真实功效，绝对可以大幅度提升精神力。拿下这株九星玄草。风止，你想突破79级的武魂枷锁，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精神力。正好这株九星玄草乃是提升精神力的至宝，非常适合你。争取将这株九星玄草拍卖下来，恐怕这一场拍卖会不顺利，其余的几大势力应该不会轻易放手。再告诉你们一个功效，服用九星玄草必定提升自身的魂力1至2级。哦，1000万金魂币。蓝电霸王龙家族，他们竟然也出手了。2000万金魂币。5000万金魂币。好一个预言阵！没有想到你蓝电霸王龙家族这次竟然带来了这么多的金魂币。我们这次带了多少金魂币？只有8000万。放弃这株九星玄草，等这场拍卖会结束后，你们2人前往一趟蓝电霸王龙家族。这剑叔，我们还继续吗？看武魂殿和蓝电霸王龙家族的气势，貌似这株九星玄草他们势在必得。你来决定吧，接下来的拍卖真是越来越棘手了。5000万金魂币1次，5000万金魂币2次，5000万金魂币3次。现在我宣布，这株九星玄草的得主蓝电霸王龙家族。最后一件拍品。没有想到星斗拍卖阁竟然连魂骨都拿出来拍卖，有些太豪横了吧？好家伙，真的是10万年魂骨的气息！这星斗拍卖阁究竟是什么来头呢？竟然拿出这么罕见的魂骨！最后一件拍品。魂骨对于斗罗大陆魂师而言，简直是极其罕见的存在。大部分的魂师，就算是最普通的100年魂骨，终其一生也不见得能得到一块。这块10万年魂骨，简直不是金魂币能够衡量的。星斗拍卖阁这是要做什么呢？星斗拍卖阁有什么目的？不用关系，当务之急，争取将这块10万年魂骨拍卖下来。可惜我们这次带来的金魂币不够多，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的拍下这块10万年魂骨呢？10万年魂骨，无论用任何手段，必须将这块10万年魂骨拍卖下来。是教皇冕下。这块魂骨来自一只10万年魂兽火灵天狼的右臂魂骨。10万年魂骨的价值就不用多说了，它不仅能够大幅度提升魂师的魂力等级，还可以带来2个顶尖的10万年魂骨技能。起拍价格3000万金魂币。5000万金魂币。6000万金魂币。完了，早知道就不拍卖那株九星玄草。这一刻的预言正开始期待下一次的拍卖会，那个时候他必然带来整个蓝电霸王龙家族所有的钱财。教皇冕下，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加价。看来七宝琉璃宗带来的金魂币不少呀。喊出8000万金魂币，成败与否看天意了。8000万金魂币。武魂殿这次果然带来了足够的金魂币，看来这块10万年魂骨和我们七宝琉璃宗无缘了。有了这一块10万年魂骨，武魂殿的实力必然大增，七宝琉璃宗的处境将会变得更加艰难。既然没有人继续加价，那这块10万年魂骨就归武魂殿所有。这一次拍卖会到此结束，感谢各大势力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星斗拍卖阁的拍卖会。下一次举行拍卖会的时间在1个月后。结束了吗？这段时间收集金魂币，千万不能错过下次了。检测到宿主这场拍卖获得的金魂币数量自动转化为拍卖点13400。那你系统，你没有搞错吧？这么多金魂币，仅兑换了1万多的拍卖点。没有错，系统兑换比例1:1。只是可惜，那块10万年魂骨仅拍卖出了8000万金魂币，太亏了。鉴于宿主首次拥有拍卖点免费开启时间，
商店。系统帮我筛选出关于斗罗大陆位面的至宝。斗罗大陆位面100万年魂骨随机售价拍卖99999点，100万年魂环随机售价拍卖点99999点，神赐魂环极限10万年售价拍卖点599点，可成长魂环极限未知售价拍卖点5999点，铁罗郁金香售价拍卖点899点。没有想到，连斗罗2以及后续的东西都出来了，这下有意思了。下个月该拿出什么进行拍卖呢？看官老爷们，你们定。对了，系统，我的武魂大礼包呢？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了第1场拍卖，奖励武魂大礼包1份，检测到宿主运气大爆发，获得混沌级双生武魂、真我武魂及时空法则武魂。系统，混沌级别的武魂属于什么级别呢？斗罗大陆最高的武魂等级乃是神级武魂，而混沌级武魂又远远高于神级武魂，至于高出几个层次，还需要宿主自行探索。系统，帮我融合这2个武魂，同时兑换2枚可成长魂环。不错不错，不愧是天地间最神秘的时空之力。九幽，你跟我前往一趟冰火两仪眼，争取把全眼都挪过来，让唐三连灰都看不到。你们是什么人？为何打破设下的阵？你就是独孤博。小子，你是谁？为何知道老夫的名号？既然你是独孤博，那就好办了。从今日起，这片山谷归我们星斗拍卖阁所属，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见呢？此地乃是老夫的领地，我不管你们星斗拍卖阁是何方神圣，趁早离开这里，否则休怪我不客气。哦，是吗？希望你接下来还能够如此硬气。九幽，让他体验一下社会的险恶。住手！不要再打了，这片山谷给你们星斗拍卖阁，老夫这就走。想走没门，从今以后你就是星斗拍卖阁的人了，这一颗毒丹就当你入阁的礼物吧。九幽为他吃下。你是魔鬼吗？哦，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送给你的毒丹只是最低级的东西。如果你以后做的事情令我满意的话，甚至让你突破神级也不在话下。我先将成熟的仙草带走，你还是像往常一样驻守在冰火两仪眼，记住任何人都不得踏入其中，尤其是一个叫唐三的。教皇冕下，你说的是真的？星斗拍卖阁真的拿出了一块10万年魂骨进行拍卖？教皇冕下说的没错，我和老鬼当时也在场，那块10万年魂骨这是被教皇冕下拍卖下来了。这星斗拍卖阁究竟来自何方？为什么拥有如此大的手笔？连斗罗大陆顶尖的至宝10万年魂骨都拿出来拍卖，简直毫无人性。总的来说，星斗拍卖阁极其不简单。虽然这一次他们只拿出了3样东西，但无疑不是斗罗大陆顶尖的至宝。要说这一次也算是我们运气比较好，才侥幸将这块10万年魂骨拿了下来。教皇冕下，不知道1个月后星斗拍卖阁再次举行拍卖会，我们能否能够前往呢？可以，但你们要切记，隐藏自身的身份，千万不能让外界势力发现你们来自武魂殿。我们武魂殿目前还是要隐藏实力。对于这次拍卖，你们怎么看？大供奉，我觉得我们下个月最好前往一趟星斗拍卖阁，见识一下他们真正的底蕴。10万年魂骨可是极其珍贵，就连我们身上都没有这等魂骨，而比比东那个女人得到了一块10万年魂骨，其实力必然远远超过我们，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光临情郎，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们2人，你们切记要将星斗拍卖阁真正的底蕴给我探查清楚。你确定这些消息属实？启禀宗主，所言非虚。如今在星斗拍卖阁发生的大事，已经传遍了整个斗罗大陆，相信过不了几天的时间，几乎每个人都会得知这件事情。二长老，你就从宗门中的弟子挑选2人，和你一同前往星斗拍卖阁。此时再不参与，或许我们昊天宗就真的没落了。大陆风云渐起，各大势力开始陷入到一阵平静之中。真正参加过第1场拍卖会的人，纷纷开始收敛整个势力大量的金魂币。1个月后的拍卖会，各大势力绝不允许其他珍宝再从他们的手中溜走。玄霜，今天来的势力，其中的封号斗罗数量绝对不少，所以这场拍卖会还是以上一次的为标准，任何捣乱者不必留手。放心吧，阁主，这次拍卖会一定会让您满意。系统，拍卖会继续举行下去，斗罗大陆金魂币总有一天会消耗一空，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鉴于宿主身处斗罗大陆位面，此位面又以魂力、武魂为主，本系统建议使用魂金代替金魂币。魂金，对啊，我居然没有想到，完全可以类比修仙位面的灵石，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改变斗罗大陆如此落后的交易方式，说不定魂金的出现能够造就许多强大的魂师。魂金的凝聚方法售价1万拍卖点。我去，系统，魂金的凝聚方法怎么卖的这么贵？宿主不要做景观天，魂金的凝聚方法完全可以改变斗罗大陆如今的时代，迈向一个更高层次的修炼时代。当然，宿主如果彻底将此方法普遍斗罗大陆，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魂金和拍卖点的兑换比例是多少呢？魂金与拍卖点的兑换比例为1比1。这买卖划算，干了！欢迎各位来参加星斗拍卖阁举行的拍卖会，从现在起，拍卖会正式开始。这套魂骨乃是一块5万年魂骨，来自一只顶级的冰属性魂兽冰玉鸾鸟的头部魂骨，价值不言而喻，起拍价格5000万金魂币。我去星斗拍卖阁一上来就拿了一块5万多年的魂骨进行拍卖，真是财大气粗。
我真的好期待后续的拍卖品。根据上一次拍卖，越往后的拍卖品越珍贵。这块5万年魂骨出现的那一刻起，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办法保持淡定。在场的所有魂师中，又有几个人身上拥有一块魂骨？恐怕连千年魂骨都没有。 5000万金魂币，怎么？你中意这块魂骨吗？没错，它很适合我。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各大势力之间开始纷纷竞争这块5万年魂骨。 9000万金魂币，院长，这块魂骨的价格飙升到了9000万金魂币，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算，还继续下去吗？ 罢了，这块魂骨就让给他吧。经过我的感知，那间包厢里必然存在着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即使拍卖到手，恐怕也没有命将魂骨带回天水学院。既然没有人争夺这块魂骨，那这块5万年冰属性魂骨就归9号包厢所有。有意思，你们知道9号包厢里面是什么人吗？观察不到每个包厢外面仿佛有一个禁制，让我们的精神力根本无法突破。好了，接下来是第2件拍卖品。这是什么东西？一颗圆球，莫非有什么玄机之处？ 这颗红色圆球应该不简单，周围竟然有一种无法参透的气息。星斗拍卖阁拿出来的拍卖品必然十分珍贵。众所周知，魂师每提升10级魂力，必须要吸收1枚魂环。当然，斗罗大陆获取魂环的方法，并不仅仅只有猎杀魂兽才能得到，而面前的红色圆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1枚魂环。神赐魂环，我们星斗拍卖阁的第2件拍卖品就是这颗圆球，名为神赐魂环。只要你的身体强度足够强大，你完全可以凭借这枚神赐魂环得到1枚10万年魂环，首拍价格8000万金魂币。 这怎么可能？这星斗拍卖阁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人？连这等东西都拿出来拍卖？在场的人中，唯一清楚这枚神赐魂环价值的只有我。我如今正在参加神考，自然吸收过神赐魂环。教皇陛下，难不成这枚神赐魂环真的如同他介绍的那样吗？没错，这一切都是真的。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这枚神赐魂环给我拿下。1亿金魂币，1亿5000万金魂币。你说那个女人出这么高的价格拍卖这个叫做神赐魂环的东西，有什么目的呢？ 看来我们还是小看了星斗拍卖阁，这枚神赐魂环也许真的能够将其转化为1枚真正的10万年魂环。3亿金魂币，风止，算了吧，有足够的金魂币等待接下来的拍卖品。况且我们无法确定这枚神赐魂环是否真的如同星斗拍卖阁介绍的那样。剑叔，听你的。既然没有人继续加价，那这枚神赐魂环最终由1号包厢拍得。 总算是将这枚神赐魂环拿下了，又捡了个漏。你们并不知道神赐魂环有多么强大。检测到宿主的财富值积累到5亿以上，不达成小有财富的成就，本系统赠送1次10连抽机会，增加1000倍的暴击几率。抽奖机会系统这个功能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本系统的一切功能由宿主自行发掘，自神级商店启动后，抽奖功能一直处于神级商店中，只不过宿主没有发现罢了。系统开始10连抽。 恭喜宿主抽到1万张普通 A4 纸，1张召唤卡，男款羽绒服，无敌领域，唐门心法，神天宫，1张魂力提升卡，10枚神赐魂环，10万年冰天雪女魂灵，凤凰牌自行车，1张魂力浓度100倍卡。发了，我运气这么逆天，竟然抽到了这么多的宝贝。接下来看第3件拍卖品，1万年的翡翠天鹅魂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魂灵也是划时代的一种魂环，因此这个1万年的翡翠天鹅魂灵首拍价3000万金魂币。 这是慢鸟吗？4000万金魂币，院长，我们花4000万金魂币拍下这一个1万年的翡翠天鹅魂灵，真的值得吗？别看都没有人拍啊！我相信星斗拍卖阁不会拿一个虚假的魂灵来敷衍我们，何况这是第3个拍品。既然没有人竞拍，那么这个魂灵就归10号包厢了。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当着所有魂师的面吸收这个1万年的魂灵呢？ 既然您都发话了，我们植物学院当然愿意。可是我们没有能吸收万年魂环的人啊。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可以帮助他成功吸收这个万年魂灵，不会受任何的损伤。当然，这算是你们植物学院为我们星斗拍卖阁做宣传的报酬。青木，你去吧，这是你的机缘，要把握住。怎么可能？ 看走眼了，如果给蓉蓉拍下来，说不定第2魂环就是万年啊！万年第4环，除了原著中的唐三，貌似普通势力中的魂师，并没有人能够达到。你们也看清楚了，魂灵和普通猎杀魂兽吸收的魂环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万年级别的翡翠天鹅魂灵可以附加3个魂环，也就是说，等到这名女子的魂力突破魂王魂帝时，将会自动诞生出2枚最佳配置魂环，并不需要再次猎杀魂兽。他刚才说这个事了吗？ 好了，刚才一个小插曲过去了。这一次拍卖会只有这一个魂灵，如果你们想后续拍卖魂灵，只能等待后面的拍卖会了。请看下一件拍品。经过激烈的角逐，第5件拍品绮罗郁金香最终不负众望的被7宝琉璃宗顺利拍下。
不错，护白让我费心为你们准备这一株仙草。原著中的宁荣荣正是吃下了绮罗郁金香，使得武魂进化成9宝琉璃塔。看来日后想办法多兑换点这种仙草，让7宝琉璃宗全员进化，那场面……风轾，要不我们现在回去，让你将这株绮罗郁金香吸收完毕。不了，这株绮罗郁金香还是留给蓉蓉吧。相比于我，蓉蓉更加需要这株顶级仙草。稍后，阁主会将魂晶具体的凝聚方法传遍整个斗罗大陆。从下一次拍卖会开始，交易的货币就从金魂币改为魂晶。为了加速凝聚魂晶的速度，这本玄天功修炼法，阁主特意送与你们。这本玄天功居然比我们宗门传承的7宝冥想法还要高出几个层次。如果能够突破玄天宫第10层，岂不是能够踏入斗罗大陆至今未曾有人触及的神级领域？不愧是星斗拍卖阁，连这等神物都能拿出来送人。嘿嘿，唐三，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等你们离开之后，本座将送斗罗大陆一桩惊天造化，希望各大势力能够把握住，切莫错过。召唤卡，召唤诸天万界的强者为宿主所用。检测到宿主成功召唤斗破中的美杜莎女王，转化为魂力等级99级极限斗罗。卧槽，这是美杜莎女王！参见阁主。美杜莎女王，欢迎你来到斗罗大陆，你先去四处转转，浏览下大陆风光，我这暂时没有安排。系统，你确定无敌领域真的有如此逆天的威力吗？没错，无敌领域主打的就是无敌2字，只要宿主身处星斗拍卖阁之内，你就是天地间最强的男人。如何？你们2人从星斗拍卖阁中探查出什么东西了吧？启禀大供奉，星斗拍卖阁确实令人出乎意料，他们的品味十分深厚以及神秘，而且据我感知，你没有听错，那个金色圆球真的叫做神赐魂环。星斗拍卖阁怎么舍得将神赐魂环拿出来拍卖呢？爸爸、剑爷爷、果爷爷，你们喊我回来有什么事吗？蓉蓉，你终于回来了，赶快将这株仙草服下，让我们一起见证我们7宝琉璃宗未来的辉煌。9层，星斗拍卖阁果然诚不欺我。没有想到这一株绮罗郁金香居然真的能够使武魂进化为传说中的9宝琉璃塔。对了，蓉蓉，这是玄天功，一门顶级冥想心法，从今往后你就转修这本玄天功。这本心法我能和史莱克的伙伴们一起修炼吗？当然可以，现在全大陆估计都在修炼这本心法。阁主，不知道你找我们有什么事情吗？主要感谢你们守护星斗拍卖阁的这2次拍卖会，这2颗魂兽丹算是奖励给你们的宝贝。多谢阁主。接下来有一场机缘，需要你们立刻把握住。稍后我会利用无上之力提升斗罗大陆整体的魂力浓度，到时候整个星斗拍卖阁内部必然爆发出一股惊天的魂力，你们要趁机吸收这些魂力，对于你们自身血脉提纯以及魂兽年限增长有着难以言喻的好处。希望你们把握住这次机会。你是何人？为何来到我们这撒野？哼！你管我来自哪个势力，打还是不打？这魂环配置怎么可能？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拦本座，现在还这么多废话，真是找死！你们先退下，看来阁下是打算不死不休了。地吸魂技，天使真身。迷草技碎。你成功惹怒本姑奶奶了。去。没意思，就你这实力也想出手拦我，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勇气。这位冕下，很抱歉，这次是我们武魂殿的错误，还请见谅。大供奉，要不要我们查一下那名女子？不用了，万一被他察觉了，岂不是又要招惹一些不必要的事端？怎么回事？生这么大气？还不是武魂殿那老家伙。下次如果你再碰到这样的情况，直接将他们杀了即可，不用担心什么后顾之忧。懂了。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接下来这段时间待在星斗拍卖阁内，送你们一场惊天机缘，切记不可错过。好的。系统使用魂力浓度提升100倍卡。魂力浓度提升100倍卡，提升斗罗大陆魂力100倍，从此斗罗大陆封号斗罗多如狗，极限斗罗满地走。注意，释放100倍卡的一瞬间会产生造化之力，此乃成神契机，请把握此机缘。暗明，阁主说的机缘来了，快努力吸收魂力。哦。教皇冕下，不知道星斗拍卖阁所说的机缘到底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心里有一种预感，如果我们武魂殿能够把握住这一次机会，实力必然会突破猛进，对于未来我们武魂殿一统斗罗大陆将会十分有利。不得不说，玄天功不愧是顶级的冥想心法，通过它修炼1天的时间，足以抵了我原来1个月的修炼时间。为何体力间的灵气如此暴动？这是……难不成？所有武魂殿的人员立即放下手中的钥匙，全部给我盘膝坐下，开始修炼。这是一场天地间的机缘所见。方志，好像星斗拍卖阁说的机缘来了。剑叔，快通知门内弟子，切勿错过。老子终于突破到封号斗罗了。什么？双生武魂，先天满魂力，我人魂孙要发达了。此时的斗罗大陆皆因此次变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终于达到魂王级别了，看来这一次的魂力浓度提升，所有人应该都得到了一些好处。不知道美杜莎和九幽能不能冲击100级，大不了日后给他们兑换2神位。蓉蓉，不知道你突然回家是有什么事情吗？我父亲突然喊我回家，把从星斗阁带回来的冥想心法玄天功拿给我修炼。我给你们说，这本冥想心法可是斗罗大陆最顶级的冥想心法，应该没有哪个冥想心法能与之相比。或许过不了多久就会传遍整个斗罗大陆。我立刻从父亲那里拿来送给你们修炼，这样以后我们就不用落后其他魂师了。蓉蓉，你说什么？这本冥想心法叫做玄天功？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来到斗罗大陆后，对于唐门心法一直是我最深处的秘密，就连父亲都不曾知道玄天功的存在。可是星斗拍卖阁究竟是怎么知道玄天功的呢？怎么了，三哥？这本玄天功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只是为这本玄天功感觉到惊讶而已。欢迎各位来参加星斗阁举行的第3次拍卖会，第1件拍卖品10万年级别的魂灵。星斗阁还是一如既往的大手笔，10万年的魂灵居然拿出来拍卖，简直太豪横了。不对，应该不是雪帝，毕竟这个魂灵的具体年限仅只有10万年。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是否要将冰天雪女的魂灵拍卖下来？一起上，将她抢回去。如果真的能够参悟其中的奥妙，或许我们魂兽一族的命运将会因此改变。增速。时空逆转。这怎么可能？这究竟是什么手段？莫非来自神界？教皇冕下，刚才发生了什么？聂尔等修行不义，初次冒犯星斗阁，剥夺你们2只凶兽10万年的魂兽年限。作为这次的惩罚，如若再犯，灰飞烟灭。我的魂兽年限竟然真的少了10万年，这怎么可能？老大，怎么办？就连主上也没有这等能力，难道星斗阁真有一位神？我等知错，还望冕下饶恕我等。刚才只是小插曲，我们拍卖会继续。对于这个10万年级别的冰天雪女魂灵，我也不用做过多的解释，相信你们知道10万年级别的魂灵究竟意味着什么。此次拍卖会更改拍卖规则，请各位报出心理价位，最接近此处隐藏价位者得。这星斗阁也太会玩了，这样一来太考验眼力和运气了，很有可能让一些小势力捡漏。教皇冕下，我们要不要出价拿下这门10万年级别的魂灵呢？出3万魂金试试。星斗拍卖阁后续的拍卖品肯定十分的不简单，我们必须要留有充足的魂金来参与之后的拍卖。4万魂金，这个魂灵的价格应该在这附近。就这样，大家在尝试中不断改价，最终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九幽将价格改到4万魂金吧，毕竟我刚抹去了人家10万年修为，而且魂灵可是改变斗罗大陆魂兽命运的关键一环，就给这个兽神一个机会吧。好的，阁主。出价结束，下面揭晓隐藏价位。恭喜20号包厢拍得10万年冰天雪女魂灵，请看第2件拍品。这是什么魂兽吗？此物名为傀儡，以魂金催动，最高可爆发出极限斗罗的实力。什么？我没听错吧？这个傀儡能够爆发出极限斗罗级别的战力，这怎么可能呢？拿下他！这个极限斗罗级别的傀儡，让在场众人彻底疯狂了。要知道，如今斗罗大陆的极限斗罗强者也才4位，更何况傀儡可是不死不灭，极限斗罗敢拼命吗？九幽改成10万魂金给比比东吧，正好加快一下武魂殿统一大陆的时间。出价结束，请看隐藏价位。武魂殿出价与隐藏价位一致，拍得极限斗罗傀儡。武魂殿获得了这个傀儡，实力必然更加强大。还有其他势力生存的地方吗？接下来请看我们星斗拍卖阁的压轴拍卖品。众所周知，斗罗大陆有一种绝世天才，名为双生武魂。双生武魂拥有者在未来不夭折的前提下，必然能成为一名威震斗罗大陆的魂师。怎么可能呢？星斗拍卖阁竟然连这样的东西都能够拿出来。教皇冕下，你怎么了？莫非你知道这件压轴拍卖品是什么？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颗圆球里面的物品极有可能是武魂。什么？
今天我们星斗拍卖阁的最后一件压轴拍卖品，就是这颗圆球中的事物，名为黑暗之恋。相信你们非常好奇它究竟是什么。没错，它是一个顶级武魂，具有控制系以及强攻系双系的武魂。这我没有听错吧？这颗圆球中的东西是武魂？放心，星斗阁出品必属精品。你们吸收了这个武魂之后，可就是双生武魂的拥有者了。现在竞拍开始，价高者得，起拍价格6万魂金。阁主，这个武魂不暗箱操作了吗？没想好给谁，就让他们自己竞争吧。如果得到了这一个顶级武魂，将其吸收，那我未来有很大几率可以晋升为封号斗罗。对于这样的诱惑，我不可能拒绝。好，那我们就倾其所有也要拍下来。10万魂金。这一刻，比比东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得到这个武魂，他已经是双生武魂了。如果得到这个顶级武魂，他将成为斗罗大陆有史以来的第1位3生武魂拥有者。20万魂金。该死，真是太可恶了！要不是我之前拍下了那个傀儡，怎么会魂金不够了？既然没有人继续加价，那这一次拍卖会的压轴拍品就归8号包厢所有。本次拍卖会到此结束，从今天开始，本作将开放魂灵阁，出售10万年以下的全系魂灵。具体魂灵阁位置，请各位自行探索。鉴于全大陆斗魂大赛即将开始，本作决定拿出10万年魂灵、魂骨、神赐魂环各3套奖励冠军得主，还请5人殿代为传达。斗魂大赛结束后，将开启新的秘境，敬请期待。这也太豪横了，好期待这次大赛的冠军啊！一下子就能成为4生武魂啊！星斗哥，你们还缺看大门的不？院长，你看那是什么？奇怪，我记得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还没有这座阁楼呀。院长，莫非这座阁楼是售卖魂灵的地方？不要被眼前的场景所迷惑，魂灵怎么可能在那座阁楼里呢？院长，要不要我们进去看一看？万一真的出售魂灵，那我们岂不是赚大了？罢了，既然如此，那我们进去一探究竟。欢迎你们来到魂灵阁，你们3人算是魂灵阁开业之后的第一批客人。什么？这里真的售卖魂灵？当然，只要你出得起魂金，我能帮助你吸收最高99000年魂灵。我们身上只有5000魂金，不知道能否找到适合他们2人的1000年级别的魂灵呢？达到第3枚魂环的年限即可。没问题，这就是我为你们2人挑选出来的魂灵，分别为5万年的冰皇魂灵和6万年的冰级天虎魂灵。正好这2个魂灵和你们的武魂很匹配，作为第3魂环应该够用了。可是我们只有5000魂金呀。我可以5000魂金卖给你们，但是有一个要求，如果做不到，我会将魂灵收回。还请阁主说明。对于第3魂环就吸收5万年以上的你们来说很简单，全大陆斗魂大赛预选赛，如果遇到史莱克战队，必须将他们淘汰出局。史莱克战队没听说过呀。富贵险中求，阁主我们答应你了。好，我帮你们吸收吧。预计融合完毕，你们2个也能达到魂王境界了。这就是星斗阁，我倒要看看你们凭什么将我的玄天功擅自传播。这位小兄弟，我看你跟古奇家这里有一个9万年魂灵和你有缘，要不要尝试融合进你的魂环里？只需要1000魂金哦。我果然是天命之子，就连来星斗阁找麻烦都能遇到机缘。这唐三莫不是有大病？我要坑你呀！你在那傻笑什么？阁下此话当真？星斗阁的信誉说出去的自然不会收回，但是只限于你自己使用，同时吸收魂灵出现的一切问题自己承担。成交。系统使用召唤卡。欢迎来到斗罗大陆，从今天开始，魂灵阁就交给你打理了。参见阁主。院长，你快救救3哥啊！他这是干了什么？你们谁知道？他回来说要吸收什么魂灵，就成了现在这样。魂灵哪来的魂灵？不知道。我不甘心，我可是天命之子，一个区9万年魂灵怎么能吸收不了？我不甘心啊！小三好像说过想去什么星斗阁看看，会不会和星斗阁有关系？你说什么？星斗阁？昊天斗罗，抱歉，我们没有守护好小三的安全。我暂时用魂力压制住小三体内的伤势，10天之内并没有什么大碍，麻烦你在这几天内帮我守护一下唐三。我先去办一件事情。这星斗阁怎么会有10万年魂兽看大门呢？不管了，拆了这阁楼就撤。如果顺带抓一只魂兽回去，让他献祭小三，加上蓝银皇觉醒，3个10万年魂环，小三的未来前途无量。昊天翼，我操！什么人有本事出来吃俺一拳，搞偷袭算什么本事？系统，给我兑换1级神之体验卡。找到你了，既然来了，就永远的留在这里吧。神迹时空倒流。
把他送去史莱克吧。正当大家为唐三担心时，只见一道身影伴随婴儿的啼哭出现在了房间中。唐昊擅闯星斗罗，阁主念其修小不已，使用无上神通让其回炉重修，神级。若尔等再执迷不悟，抹杀。星斗阁这牛吹的我差点都相信了。似是感受到了血脉的呼唤，此时的唐三突然爆发了。我唐三果然是天命之子，竟然跨境界吸收了这个魂灵，还产生了变异，成为了10万年级别的魂灵，魂力整整提升了20级。小三，你这是什么情况？是啊，三哥，你怎么一下子多了2枚10万年魂环？这都是星斗阁赐我的机缘，我要好好感谢他们。那个小三，你先冷静下，有个事情需要告诉你。那个星斗阁说你父亲擅闯他们地盘，将你父亲惩戒并送了回来，那个婴孩就是你父亲，同时还送了你一部神级功法。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冥冥中的血脉感应，使得唐三不得不相信眼前的婴孩就是唐昊。欲练此功，必先自宫。这辟邪剑法当真玄妙，我果然是天选之子。有了这部功法，成就封号斗罗指日可待。欲成大事者，当不拘小节。从今日起，向外界宣布，唐昊袭击星斗阁，3年之内，昊天宗不得参加星斗阁举行的拍卖会。3年之内不能参加拍卖会，对于昊天宗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或许从此沦落为末流势力。谁都知道，星斗拍卖阁拿出来的拍卖品，每一件都举世罕见。对了，1个月后的拍卖会，咱们去武魂城，到时他们想必已经开始了魂师大赛。玄霜，这是神级武魂进化液，最近主持拍卖会辛苦了，这是给你的奖励，可将你的武魂进化为神级武魂，按照你现在的魂力等级吸收完毕，大概可以提升至极限斗罗之上的境界。其他人也一样，论贡献给你们奖励。此话一出，尤其是独孤博，瞬间不淡定了。教皇殿中，坐在首位的比比东为刚才得到的这个消息感觉到无比震惊。唐昊竟然敢凭借着一己之力袭击星斗阁，此时的比比东不得不佩服唐昊的勇气。星斗阁此举就是为了警告世人，谁要再像唐昊一样做出这等事情，星斗阁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约束好武魂殿的魂师，切记不可招惹星斗阁，否则我们武魂殿最终也会落到和昊天宗一样的境地。殊不知，此时的昊天宗内一片凄凉，所有人对于唐昊父子的恨意已达到了顶峰。1个月后，此时的武魂城正在举办全大陆魂师精英大赛。得知星斗阁要在此地举行拍卖，所有参赛选手废欢迎各位来参加今日星斗阁举行的拍卖会。想赢得魂师大赛的冠军吗？想得到我们星斗阁专门为冠军准备的奖励吗？此次拍卖会的拍品一定不要错过了。看来他的实力又提升了，这股气势可能达到了极限斗罗的层次。比比东神色凝重地看向玄霜，难以置信地喃喃道：欢迎各位来参加今日星斗阁举行的拍卖会，相信这次拍卖会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第一件拍卖品魂力破镜丹，这颗魂力破镜丹最主要的作用，只要你达到魂王级别，不用这颗丹药必定能够提升20级，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毫无屏障的直接提升到魂圣。拿下此丹药，若是能批量炼制，我们武魂殿的未来大计将更有把握。什么是天命之子？走到哪都是惊喜。刚突破魂王，星斗阁又给我送来一份大礼，勉强将我父亲的仇恨拉低了点。小三，如果咱们能拍下此丹药，那么本次大赛的冠军就是咱们史莱克的。起拍价1万魂金。就这样，这颗魂力破镜丹的价格以极快的速度飙升着。但随着价格一路飙升，一些顶尖势力不得不放弃了这次竞争，毕竟他们每个人的目的都是为了最后一件拍卖品，一桩和神级武魂有关的机缘。最终，这颗魂力破镜丹被天水学院以6万魂金的价格拿下了。从今天起，我就是魂圣了！哼，史莱克战队武魂殿的天骄们，决赛吓死你们！可恶，没钱就是原罪！天水学院的你们敢抢我机缘，你们已有取死之道！接下来这个拍品先保留神秘性，全凭运气。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这里面是一块魂骨，至于年限如何，保密。这算是一个比较新奇的拍卖方式，你们可以称之为盲盒，算是阁主送出的机缘。所以接下来竞争开始，首拍价为3万魂金。盲盒什么玩意？万一这块魂骨的年限太低，费太多的魂金进行拍卖，那最后岂不是亏了？千道流没有参加过之前的拍卖会，闻言深深地皱紧了眉头。看着这件盲盒，大部分的魂师保持了沉默，显然不知道是否该出价竞争。万一赌对了，那他们发了；万一赌错了，他们损失的可是大量的魂金，那么和最后一件拍品就没有了竞争的机会了。就这样，气氛陷入到了沉默之中，久久没有人愿意出价拍卖。7万魂金。最后一件我肯定竞争不过他们，倒不如倾尽所有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听到这个无比逆天的价格后，其他魂师选择了放弃这件拍品的竞争。可恶，败家玩意！当你是天命之子吗？还学人家开盲盒？
既然没有人再次加价，那这个盲盒就归神风学院所有。接下来就让我来为你们揭晓这个盲盒的真面目。这竟是一块10万年的魂骨，来自天雷魔虎的右臂骨。这种魂兽同时具备风属性和雷属性的力量，让我们恭喜神风学院获得如此宝贝。见到这块魂骨的真面目后，所有魂师都露出了懊恼之色。真是赚大了！没有想到竟然是10万年的魂骨，而且还具备着风雷属性，非常适合我的武魂属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抢我金元，神风学院你们也有了取死之道。对于神级武魂，我相信大部分魂师并不知道它的存在，但如今的斗罗大陆确实有人拥有神级武魂。拥有神级武魂者，在未来不咬折的情况下，很容易突破神级，达到斗罗大陆传说中的境界。这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拍卖品，确实和神级武魂有关，你们绝对不虚此行。千道流，原来是你这个老家伙坏我好事！原来就在刚刚拍卖的最后一件压轴拍品——神级武魂进化液，被千道流以绝对的财力拿下，其目的自然是为了他的宝贝孙女千仞雪。等到所有魂师离开星斗拍卖阁的时候，只听一道声音传来，原来是去而复返的大供奉千道流。武魂殿千道流求见星斗阁阁主。他回来无非就是想为千仞雪求一个第2武魂美杜莎，你去告诉他，下一次拍卖会将出现神级武魂，有没有这个机缘，看他自己把握。检测到宿主的拍卖点累计突破100万，达成小有名气成就，故开启下一步任务，请宿主带领战队取得魂师大赛冠军。都进入半决赛了，我还怎么参加？这是宿主应该考虑的事情。系统奖励呢？没有奖励，但有惩罚。宿主拿不到冠军，直接抹杀。好，是你逼本阁主的。届时我1场1张神之体验卡，直接全部秒了。任务限制：禁止为自身使用任何星斗商城的东西，禁止用星斗阁名义向武魂殿施压，违者抹杀。一起毁灭吧！玄霜，帮我去给4元素学院传个话，就说星斗阁会派1人参与他们的联合战队，留个主力位置。是，阁主。当4元素学院得知此消息时，无不欢欣雀跃，冠军稳了，搭上星斗阁的线，未来成为顶级学院指日可待。是你就是卖我们魂灵的那个服务员吧？众人听到他只是一个卖魂灵的服务人员，顿时失望了。但是，一想到他是星斗阁的人，也不敢发作。真是太感谢你为我和姐姐提供的魂灵了，姐姐现在已经是魂圣了。这次比赛，姐罩着你。小叔被这小姑娘说的瞬间乐了，赶忙拿出为大家准备的礼物。这是星斗阁为大家准备的见面礼，1人1颗魂力丹，随机提升0至20级魂力，具体能提升多少修为，看你们造化了。哇哦，不错呀。狗系统，你不让我给自己用商城物品，我还不能给队友用吗？小样，就这还跟我斗？星斗阁果然名不虚传，你这个朋友，我风啸天交定了。明天决赛就正式开始，谁也不知道明天的对手会是谁。你们快回去服用魂力丹，看看谁能运气爆棚，突破到瓶颈没有魂环了来找我，再送1颗神赐魂环，这是你们的机缘，把握住了哦。至于我就躺平了。放心吧，小叔，只要资源充足，保你躺到冠军。此刻，所有人的士气空前高涨，对冠军充满了期待。经过1晚上的吸收，此时的4元素战队皆发生脱胎换骨般变化。队长风啸天60级强攻系魂帝，副队长学武79级控制系魂圣，队员火舞、火无双、水冰儿、玉天心皆是50级以上魂王，打酱油选手小叔等级不详。恭喜进入决赛的4支战队能够走到今天，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种荣耀象征。比赛正式开始，有请史莱克战队及4元素学院。你们不用出手，就他们7个，我1人足矣。此时的唐三自从学会了辟邪剑法后，53级的他越发的膨胀了。1分钟解决战斗，奖励你们每人10万年魂骨1块。听到小叔的战前动员，所有人跟打了鸡血一样。叔老大这么豪爽，那我们去织布宫了，兄弟们开武魂。小三，把你那绚烂的红色魂环给他们看看。对，让他们见识下什么是10万年第4、第5魂环。1、2、3、4、5、6、7，卧槽！带老大，快看对面魂圣了，还有魂帝。怎么可能？我都没有到达魂圣修为，他们怎么可能？假的，肯定是假的。太不可思议了，他们才不到20岁啊！看来此次冠军与我们武魂殿无缘了。此刻，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4元素战队。要知道，他们在淘汰赛时最高的也才50级左右的修为，这才过了1个晚上，怎么就全部脱胎换骨？裁判可以开始了吗？似是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主持人在众人的期待中拉开了决赛第1场帷幕。第7魂技武魂真身，第6魂技万里冰封。
就在众人以为比赛结束了时，突然一道声音伴随着冰块碎裂的声音。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简直太天真了！突然之间，众人只觉眼前有一团粉红色的雾势一闪，纷纷中毒倒地。只见唐三手捏兰花指，脚下缓缓升起5枚魂环，那红色第4、第5魂环此时闪着妖艳的光。魂圣也不过如此。我辟邪剑法吗？你怎么知道？该死！此人已有取死之道，断然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已自宫。念在你卖我魂灵的份上，跪下磕3个头，饶你不死。你还真是天命之子啊！越级吸收9万年魂灵都能让你进化成10万年的。不过你确定要这么做吗？三哥，星斗阁的人我们惹不起，让他们认输就行了。小子，看在小五的面子上，饶你一次，赶紧带着你的战队滚下去吧。你不知道反派死于话多吗？还打不打？不打的话，你们可以走了。那只兔子，我一会去找你哦。还真是星斗阁的手笔，不过这个唐三真是妖孽，决斗罗不能拉拢他的话，你知道怎么做？属下明白。就这样，所有势力都心思各异，无一例外，他们都被眼前的这几个少年惊艳到了。修老大，我们错了，不该轻敌的。无妨，不是你们轻敌，是你们太弱了。不要小看唐三，他可是天命之子。你们4个魂王，一人1颗魂力破镜丹，学武和啸天。这是神魂丹，服用后可对魂力和精神力进行升华。这2套10万年魂骨，你们俩全部吸收了，应该能突破至封号斗罗。不到20岁的封号斗罗和魂圣，这就是我星斗阁的手笔。2天后的决赛，给所有人一个大大的惊喜。此刻，4元素学院的几位天之骄子被星斗阁的手段震惊了，他们此时的心情已经不能用激动来形容了。他们只想快些结束比赛，然后加入星斗阁，哪怕看大门也行啊。按照唐三现在的实力，武魂殿战队一个照面就全躺了，怎么能让他们提升一下魂力呢？我也不好直接去送丹药吧。检测到宿主的想法，开启心愿模板。神奇商店中所售卖的东西来自于诸天万界，下有生死人、肉白骨的宝贝，上有摧毁诸天万界的恐怖神器。只要付出足够的代价，便可帮助他人完成心愿。筒子，你真是善解人意啊！就在第2天，一则消息传遍了整个斗罗大陆，正是小叔让玄霜传出去的消息。只要付出一定代价，星斗阁可以满足斗罗大陆所有魂师的心愿。此时的比比东坐在教皇殿的守卫上，听着菊斗罗得到的这一番消息，眼神中闪过一抹光亮。只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真的可以满足所有的心愿吗？比比东不确定的喃喃道。他要做的就是武魂殿所过之处，所向披靡，势力皆退。小兔子，我还没去找你，你怎么自己送上门来了？你竟然是星斗阁阁主，真的可以完成任何心愿吗？我知道你来此的目的以及你的心愿是什么，只不过其中的代价你却无法付得起。看到小叔如此笃定，以及身上虚无缥缈的气息，逐渐相信了小叔的这一句话。这也让小五认识到了星斗阁的恐怖之处。不过对于小五来说，只要有希望，无论任何代价，他都愿意付出。阁主，你真的可以复活人吗？既然星斗阁向外界宣布可以完成任何人的心愿，复活已故之人自然也属于其中的一种心愿。阁主，麻烦你告诉我这个代价是什么？这个心愿无论如何我都要完成。我手中有一至宝，名为聚魂灯，可汇聚天下魂魄，只需要死者生前的一样东西，经过长时间的汇聚，不出1年的时间，将会把死者生前的魂魄凝聚完成。到时候再凭借着一些罕见的至宝，为其重塑肉身即可。30万魂晶，一次使用机会。至于凝聚肉身的至宝，则需100万魂晶。而你，说着，小叔打量着小五。你身上的物品都是一些不珍贵的东西，如果你还是魂兽之身，倒是能够以你的魂兽本源作为代价。听到小叔说出他是魂兽的秘密，小五震惊了，但是随即想到星斗阁的恐怖之处，也就释然了。阁主，我也去你星斗阁看大门好不好？扫院子也行，做暖床丫头也行，你看看需要多久能凑齐这些魂晶呀？天啊，这小兔子也太好忽悠了，我还没开口，他就全说完了。不错，多了个小女仆。念在你如此孝顺的份上，以后星斗阁所有的杂物就你收拾了，去把这个换上。傍晚时分，星斗阁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身上散发出皇者般的威严，绝美的面容却满是深思之色。此人正是从武魂殿前来的比比东。他居然来了！在比比东刚踏入此地的时候，小叔立刻察觉到了比比东的到来。小叔清楚，比比东的心愿绝对不会简单。是你！比比东难以置信地惊呼道，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面前的这个少年竟然是星斗阁的那位神秘阁主。武魂殿教皇，不知道你今日来此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听说你们星斗阁可以完成所有魂师的愿望，因此我想和星斗阁做一笔交易。只要你能够完成我心中愿望，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不知你的愿望是什么？ 1年时间内助我成神。如今的斗罗大陆，
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暗地里却是暗涛汹涌，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不必要的动乱。武魂殿在接下来的局势中地位将会岌岌可危，为了避免武魂殿走向末路，那就只有一条路，他要尽快的成为真正的神级强者，到时候足以带着武魂殿统一斗罗大陆。1年之内成为神级强者吗？据我所知，你如今已经正在参加罗刹神的神考，未来成为神级强者只是时间早晚罢了。比比东听到小叔的这一番话后，整个人顿时面露震撼之色。他可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正在参加神考。不知道这个心愿，你们星斗阁能否完成呢？为什么不能呢？星斗阁拥有世间的一切东西，别说让你在1年之内成神，就却让你立刻成神的东西，星斗阁也有，只不过其中的代价你应该付不起。此话当真？眼前的这位雍容华贵的女子，正是刚从星斗阁完成心愿出来的比比东。3月之内，我必成神。看着手里这颗花了他所有积蓄的神丹，比比东无比激动的喃喃道。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4元素战队、史莱克战队、武魂殿战队成功进入总决赛。今天本场对决的是武魂殿战队和史莱克战队，胜者进入冠军争夺战。相信大家对星斗阁的冠军奖励已经垂涎3尺了吧？努力去拼吧！这是我星斗阁对此次冠军的奖励，顶级武魂10万年魂灵、10万年魂骨、神赐魂环各3套，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翘首以盼。看着眼前的冠军奖励，所有队员眼睛都直了。以前他们只听说过这些传说中的至宝，今日亲眼所见，那视觉的冲击相当炸裂。鉴于我星斗阁有人参加了此次大赛，阁主有令，4元素战队若是得冠，不参与奖励分配，阁主另行安排。此言一出，武魂殿战队和史莱克战队的所有人瞬间沸腾了，一半的几率啊，仿佛奖励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了。这和送给我有什么区别？武魂殿战队，呵呵，一群渣渣，弹指可灭。眼前的武魂殿战队全员魂帝，正是比比东在星斗阁花费巨资打造的。双方的实力差距很大呀，看来武魂殿没少破费呀。这场战斗恐怕会很惨烈，别忘了唐三有秒杀魂圣的诡异能力。我牵制唐三，铁月，那你们速战速决。大老大，竹青，使用武魂融合技拖住他们，我先解决了这个长得嚣张的。你们武魂殿的人就会跑吗？小子，看看你的脚下，专门给你准备的大礼，在里面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这可是我们从星斗阁花大价钱买来的，封号斗罗以下别想破开封印。你们真卑鄙！一个魂帝对战我这个魂王，竟然使用这伎俩！不，你可不是一般的魂王，你可是有秒杀魂圣的实力，我可不傻。再说，谁让我们武魂殿有钱呢？气不气？该结束了。囚笼，小子，说真的，我挺佩服你的，这都能扛住。接下来我看你能扛多久。第5魂技。此时的唐三深感无力，被困在封印中的他，除了被动挨揍，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恶，又是星斗阁，为什么？原来打人肉沙包的感觉这么好，小子，你可要再多坚持一会啊！武魂融合技，撩妹。没有了唐三支撑的史莱克战队，在胡列娜、邪月2名魂帝的武魂融合技面前，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近一个照面就被全部击败。恭喜2支战队进入到决赛。我武魂殿对于此次的冠军奖励，虽然没有星斗阁阔气，但也是十分丰厚。这3块魂骨皆是5万年以上的级别。废话不多说，比赛开始吧。怎么说？虽然你们有一个魂圣，但是我们全员魂帝，鹿死谁手还不一定。这傻货都交代他了，上来就认输，怎么赢了一场还打出优越感来了？那边那位可是星斗阁主啊，真想一巴掌呼死他，真是气死我了。你的勇气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待会别哭。是谁偷袭我？有本事光明正大的单挑。不逗你们了，兄弟们，开魂环！随着一道道魂环在4元素战队脚下亮起，全场的空气似乎都停滞了。才2天的时间，4元素战队的所有人都提升了20级以上。封号斗罗，这才2天，你们怎么就封号斗罗了？假的，一定是幻觉。那红色的魂环是什么鬼？苍天不公啊！怎么还打不打了？小趴仔，那个冕下，我错了，我们认输。简直离了个大谱，不到20岁就封号斗罗了，这才几天时间啊！星斗阁也太神秘了。随着比赛的落幕，所有人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了星斗阁的身上，暗暗发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和星斗阁交好。这一天，星斗拍卖阁再次陷入到了热闹之中，
3个月的时间没有举行拍卖了，斗罗大陆魂师口袋中的魂晶数量绝对数不胜数。小叔要趁着这次拍卖会的机会，将他们口袋中的魂晶彻底榨干。欢迎各位魂师来到星斗阁参加拍卖会。我们星斗阁之前许诺过，这一次拍卖会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希望接下来你们能有一个愉快的拍卖之旅。拍卖会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其中青鸾神鸟被古月娜拍走，魂兽的顶尖战力在天元大将涅槃丹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多了一条生命。被比比东拍走，水元素本源被波塞西拿下，至此波塞西走上了自证成神的道路。至于其他人都拍到了自己满意的魂骨、神赐魂环等至宝。接下来介绍倒数第2件拍卖品。你们见到这个圆球的时候，应该能够猜出它是什么。没错，这是一个武魂，它的名字叫做生命古树，乃是斗罗大陆极其罕见的治疗系武魂。这个武魂并不是顶级武魂，而是神级武魂。当玄霜说出这个生命古树武魂是神级武魂的时候，在场所有的魂师目瞪口呆，双目呆滞地盯着玄霜身前的那颗圆球，眼神中弥漫着惊骇欲绝。不用等到最后一件压轴拍卖品，武魂殿所有人合力将这个神级武魂拿下，不能让它落入到其他势力的手中。是，教皇冕下。星斗拍卖阁，你们竟然连神级武魂都拿得出来！古月娜见到神级武魂出现的时候，眼神中闪过一抹诧异。对于这个神级武魂，古月娜倒是不怎么在意，她可是媲美神王级别的强者，即便人类魂师获得了神级武魂，那又如何？今日拍卖会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星斗拍卖阁将会推出2个秘境，一个是灵境，可以帮助魂兽和魂师提升自身战力，入场费1万魂金一次；另一个是混沌秘境，可以提升自身魂环年限，根据年限不同，售价不同。走吧，让我们会一会七宝琉璃宗。此时的宁风致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七宝琉璃宗。原来那件神级武魂被宁风致以200万魂金的逆天价格拍得，可在宁风致身旁的剑斗罗和古斗罗一双剑眉紧皱，显然察觉到有人跟踪。风致，后面有几道封号斗罗级别的气息朝着我们逼近。他将神级武魂拿下后，早就预料到这样的场景，闻言只好停留在原地，开始等待着来人。宁宗主，没有想到你走得这么快，害我们费一番功夫才跟上你们的脚步。不知道你们跟着我们有什么事情吗？宁风致明了一切，不过还是故作疑惑地询问道：“明人不说暗话，我对你手中的神级武魂十分感兴趣，不如你出一个价格，我们武魂殿将其购买下来。”这个神级武魂对于我们七宝琉璃宗来说有着很大的作用，是我们无法做到。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们不主动交出神级武魂，那就不要怪我们武魂殿手下不留情。老实交出神级武魂不就好了，非要让我和老鬼动手。必切魂技，武魂真身。必切魂技，武魂真身。必留魂技，武范流霞。剑斗罗和古斗罗见到这一幕，丝毫不敢大意，同样施展出了武魂真身。古龙所携带的威压朝着前方扑面而来，七杀剑携带着无尽的剑气喷涌而出。第6魂技，万剑归宗。古龙。风致小心！时间拖得越久，剑斗罗和古斗罗两人的状态变得越发强悍。毕竟有宁风致在一旁不停的辅助，导致这场胜利的天平朝着剑斗罗等人倾斜。比比东见到这一幕的时候，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他也没有想到，这么短时间没见，剑斗罗和古斗罗的实力竟然提升到了这种程度。不用想就知道，七宝琉璃宗从星斗拍卖阁的手中获得了不少好东西。七宝琉璃宗，我还是小看了你们。比比东冷哼一声，随即不屑地看向前方的剑斗罗，顿时一道紫黑色的光芒辉映天地。什么？怎么可能呢？陈心三人看着比比东散发出的超越极限斗罗的气息，惊骇欲绝。凭你们两人的力量，妄图抵挡我，真是痴人说梦。经过这几个月的时间，比比东逐渐吸收了一些神丹的力量，距离神级只差临门一脚。片刻后，宁风致眼神中闪过睿智的光芒，知道不能再继续隐藏下去。第8魂技九天之裂。我不得不承认，你们七宝琉璃宗的底蕴确实令人难以想象。可你们也知道，提前暴露实力对于你们七宝琉璃宗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比比东语气中毫不掩饰浓郁的杀意。
原来刚才宁风致施展的第二武魂，正是星斗阁之前拍卖的黑暗之恋。剑叔、古叔，看来我们这一次确实在劫难逃了，也是时候动动那一张底牌了。没曾想这一天来临的这么快。刹那间，宁风致从怀中掏出了一块令牌，用尽全力催动。此时的小叔站在星斗拍卖阁的门前，眺望远方。眺望的方向正是比比东几人大战的区域，封号斗罗级别强者爆发出来的强悍震动。小叔第一时间察觉到了这个异动，经过一番思索也就知道了，武魂殿和七宝琉璃宗之所以引起战斗，恐怕就是因为那个神级武魂吧。这么快就动用这一块令牌了吗？看来比比东这次动真格了。这张令牌正是之前宁风致来到星斗阁许下的一个愿望，希望在七宝琉璃宗危机之际，可以让星斗阁出手一次，化解这场危机。为了这一次出手的机会，宁风致足足付出了30万魂晶。美杜莎，这个麻烦就交给你了。日落魂技，永恒之窗。什么人？比比东看着眼前被抵消的攻击，脸色变得无比难看。原本他已经抱着十足的决心，想要将宁风致几人除去，可没想到竟然还真的有人来插手他们之间的战斗，能够轻而易举挡下他的第6魂技。极限斗罗以下的强者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是你？莫非你们星斗阁要插手这场战斗？我曾经记得你们说过，你们星斗阁不会轻易参加斗罗大陆势力的纷争，可今日此举又是为什么呢？比比东认出了眼前的这名女子，眼神中闪烁着浓郁的忌惮之色。我们星斗阁说出来的事情，自然不会言而无信。不过这次七宝琉璃宗的危机由我们化解了。至于星斗拍卖阁为什么要出手阻止你击杀宁风致等人，自然是宁风致曾经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购买了星斗阁出手一次。今日过后，你们两方势力有何纷争，我们星斗阁绝不插手。既然如此，今日就暂且放过你们。今日过后，就看你们七宝琉璃宗能否安然无恙的继续存在下去。我们走。我们之间的交易就此结束，欢迎你们再次来到星斗拍卖阁。剑叔，这个神级武魂由你来吸收，到时候咱们再去魂灵阁买个100万年魂灵，或许你的实力能够达到超越极限斗罗的层次，届时我们七宝琉璃宗的危难将会化解。古爷爷，古爷爷，你要去哪？我要去一个我本就该去的地方，去那睡觉就没人打扰了。小蓉蓉，爷爷走了。古爷爷，别丢下蓉蓉啊！剑爷爷，爸爸，你们在哪？我知道一个势力有神级武魂，从星斗阁拍下的，相信你对这个神级武魂会十分感兴趣。此话当真？千道流呼吸顿时急促起来，让小雪服用。那小雪便是斗罗大陆的第1位双生神级武魂的拥有者。说说吧，你有什么条件？我只想要你手中的神级武魂净化液。比比东心中存在着顾虑，毕竟斗罗大陆上有史以来可没有一位3生武魂拥有者，因此他也不敢冒险尝试。可以，我答应你这个条件。他留着神级武魂净化液的初衷，无非就是想让小雪获得第2个神级武魂。既然有现成的神级武魂，又何必浪费时间去等待星斗拍卖阁拍卖另一个武魂呢？既然神级武魂被你们吸收了，那么七宝琉璃宗从今日起将不复存在。第6魂技天使圣剑。剑臣，原来是你吸收了神级武魂，但现在看来你并没有突破。武魂殿所属听令，鸡犬不留。吸收了神级武魂的你，也不过如此。你灭我七宝琉璃宗，今日就算生死道消，也要拉你陪葬，是吗？今日我便让你亲眼看着七宝琉璃宗灰飞烟灭。那就拿你们武魂殿来填吧。我两百。独孤博，你确定要趟这趟浑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废话少说。七宝琉璃宗今日老夫保。此时的独孤博空前的膨胀，自从加入星斗阁这短短的数月，他也从最弱的封号斗罗成长到了如今的极限斗罗层次，魂环更是换了配置。那就看看你凭什么本事说这大话。
想不到就连你也达到了这个层次，怪不得敢和我们武魂殿作对。此时的比比东感觉到了空前的压力，以前都不放在眼里的阿猫阿狗，现在都能和他打得不相上下了，这更坚定了他迅速成神的决心。你不打算出手吗？毕竟七宝琉璃宗可是大客户，就这么没了，太可惜了。无妨，独孤博走的时候，我特意给他了几张底牌。武魂殿这次注定要失望了，毕竟咱们的目标是把星斗阁开到诸天万界，大客户还是必要时候保一保的。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我没有时间和你们继续耗下去。第九魂技，天使神降临。这就是神的气息吗？果然，天要亡我七宝琉璃宗啊！我离开时，主上赐予我几件法宝，让我保命。但今日你们武魂殿欺人太甚，自己没实力拍下神级武魂，却来别人宗门抢夺，真当你们武魂殿举世无敌了？现在就让你们重新认识一下星斗阁的实力。这感觉好美妙啊！这就是神的力量啊！此时的独孤博已借助神之一日体验卡，成为了斗罗大陆唯一的神。大供奉，那是10个魂环，你看到了吗？而且全是金色的，那是什么年限呢？我不眼瞎，想不到星斗阁真的有神之存在，这还怎么打？那个签到刘氏吧，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要让谁灰飞烟灭来着？我忘记了，你提醒我下。面下，这都是误会，我们这就走。我让你走。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光灵和青鸾两位超级斗罗就被瞬间抹杀了，这让武魂殿众人亚麻呆住。既然你来此是为了神级武魂，怎么能空手而归呢？这样吧，七宝琉璃宗200万魂金拍下的神级武魂，我2000万魂金卖你一个，你没意见吧？回去阁主肯定夸我会做生意，我真是天才。此时的武魂殿众人欲哭无泪，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只能认栽了。好久没有进行10连抽了，正好趁着独孤博这次捞了一笔，看能不能抽出一些顶尖的至宝，那样下个月的拍卖品就有了着落。系统开始10连抽。恭喜宿主抽到魂环年限提升卡、诸天万界召唤卡、100万年翡翠天鹅头部魂骨、10枚神赐魂环、2瓶武魂融合液、封号斗罗级魂力破镜丹、噬魂蛊虫、3生石、一个随机10万年魂灵、一个次元世界小女仆。发了，这么多好东西。宿主是否使用诸天万界召唤卡？希望这一次能够召唤出顶尖的强者。小叔端详着眼前的诸天万界召唤卡，充满了期待。是谁在召唤？宿主请做好心理准备，由于这次召唤出来的人物太过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会听命于宿主。天本名黑龙，是神族之主，一冲天，神王之上，风翼中。怎么会呢？竟然将这个狠人召唤出来了！天在5更季中就是实力的天花板，没有想到我的运气如此逆天，竟然将天成功召唤出来了。小叔十分清楚，对于天这种绝世人物，想让他听命于自己，简直就是不可能。但是看过5更季的小叔自然知道天的软肋是什么，无非就是他的挚爱白龙。只要他让白龙成功复活，天绝对不会伤害于他，甚至还可能会听命于他。这是哪里？他其实并不想离开那个世界，但一想到他目前的困境，在那个世界里并没有复活之法，于是他冒险跟随着召唤之感，来到这一个陌生的世界。这里乃是斗罗大陆星斗拍卖阁。片刻后，小叔将斗罗大陆这个世界的具体消息告诉了天。什么？你真的有办法复活白龙？原本黑龙面无表情的神色，在听到小叔的这一句话时，再也没有办法保持淡定，身体因为高气势瞬间变化不见。
好家伙，仅仅爆发的气势就差点给我星斗哥拆了。抱歉，不知道多少万年了，终于听到了我想听到的那个答案。只要你能帮我复活白龙，今后我就是你星斗阁的人。小雪，这个神级武魂是我们武魂殿几乎倾家荡产换来的，没把它吸收完之前，你哪也不许去。哪尼？看着眼前的神级武魂，千仞雪震惊了。双生神级武魂真的可以吗？万能的天使神啊！如今斗罗大陆已存在神之了，您的子民们正在饱受磨难，难道你们神界不下来管一管吗？斗罗大陆近期所发生的事，我已知晓。千仞雪，你很好，早些完成考核吧。雪弟，今天是星斗阁举行拍卖会的日子，我们去参加一下吧，或许我们能找到突破瓶颈的至宝。知道了，在此之前，我们还是前往生命之湖一趟，询问一下帝天等人，星斗阁究竟是何等来历，以免触犯了他们，到时候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今日第一件拍品武魂融合液，2位魂师分别服用1瓶1体，无论你们的武魂等级、属性如何，将会诞生出一个武魂融合剂，起拍价格为10万魂金。三哥，那个是小五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居然能够诞生出武魂融合剂，可惜我们武魂殿已经没有多少魂晶来拍卖了，尽量拍最适合我们的。拍卖会进行的异常激烈，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拍品。最终古月娜顺利拍下武魂进化液，雪帝拍下至宝冰玉神珠，噬魂蛊虫让宁风致拍下。接下来的这个拍品，我相信你们大家会彻底疯狂的。这张卡片就是我们这一次拍卖会的第4件拍卖品，名字叫做魂环年限提升卡。这和你们在混沌秘境中猎杀魂兽提升魂环的年限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但这张魂环年限提升卡却能够提升一位魂师身上所有的魂环年限，此卡总年限为80万年，起拍价格为80万魂金。院长，我记得咱们这次带了好几百万魂金吧？院长，真是太谢谢你为我拍下这个魂环年限提升卡了，这样我的2个武魂将全是10万年级别的魂环，届时我将是全大陆唯一一个全魂环10万年的存在。原来就在刚刚，唐三用尽浑身解数，让弗兰德帮他拍下的这个魂环年限提升卡。弗兰德此时的心都在淌血。接下来最后的压轴拍卖品，并不是一件实物，而是一次机会，一次看透未来的机会。这句话落下的时候，所有魂师一阵哗然，每个人都目瞪口呆地看向玄霜，眼神中充满了一副你把我们当傻子糊弄了吧。虽然星斗阁很神秘，但看透一个人的未来实在是不可能。就算是当年全盛时期的龙神，也根本看不透未来，否则最后也不至于被5大神王攻击致死。主上，我们要不要拍下这一次机会呢？正好我们可以看一下魂兽的未来如何。不用，在我看来，这一次星斗阁有些忘阳。帝天闻言只得作罢。教皇陛下，我们要不要拍下这次机会？这2年来，星斗阁可从来没有骗过人。出手，争取将这一次机会拿下。虽然我也认为看透一个人的未来几乎不可能，但说不定这一次机会是真的呢。30万魂金。时间悠悠，可参与竞拍的势力几乎没有。恭喜武魂殿拍的此次惊天机缘。玄霜看向武魂殿的方向，忽然间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不错呀。剑叔，莫非最后的压轴拍卖品是真的？难不成我真的猜错？既然如此，一会要去见一见星斗阁的阁主。不知道你们武魂殿这一次想看哪方面的未来？我要看我带领武魂殿是否统一了大陆。可以，希望你能够心平气和的看完一切。系统，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我的到来并没有影响到斗罗大陆未来的轨迹？未来之事充满了虚无缥缈之意，和本系统相关的一切全部被本系统隐藏了。即便以3生时的逆天技能，也无法探查出宿主以及星斗拍卖阁的存在。唐三、殷小刚、比比东以及身后的菊斗罗和鬼斗罗第一次认识了唐三的天赋强大，没有想到这一个拥有蓝银草武魂的魂师，居然让武魂殿彻底覆灭。我们居然死在了唐三的手中。2人恨不得现在立刻离开星斗阁，去击杀唐三，以免未来真的会重现这一幕。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石头所显示出来的画面，在未来几乎是必定发生的事情吗？
没错，这些显示的画面就是既定的未来。不过如今有我们星斗拍卖阁的存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斗罗大陆未来的走向。若你们武魂殿看到未来都不作为的话，这些画面有90%以上的把握将会再次重现。多谢。星斗阁，交出你们所有的至宝，我可让你们在星斗大森林继续存在。一天难道没告诉你来我星斗阁撒野的代价吗？天，交给你了，别给弄废了。刚好大明二明现在的实力有些不够看了。小龙龙见到老祖还不跪下？你姑奶奶，我就没给人跪过，去死吧！小龙龙，难道你家长辈没告诉你见到祖宗要下跪吗？您是龙神，你可以这么称呼我。就这样，星斗大森林所有魂兽成为了星斗阁看大门的。这就是史莱克学院吗？没有想到这一个小小的学院，竟然能够诞生出这么多的神奇。有大量封号斗罗来此，木台情况不对，立刻带领大家撤离。我叫剑爷爷来帮我们抵挡这些强者。剑爷爷现在可是极限斗罗了呢。不知武魂殿诸位冕下，来我史莱克学院所为何事？交出唐三和你们七怪的学员，否则今日血洗史莱克。比比东，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回头是岸。聒噪，真当我不忍心杀你？教皇冕下，不知道唐三他们哪里得罪武魂殿了，我们愿意付出一定代价偿还。找出唐三他们，鸡犬不留。是教皇冕下。不想死，就在这站好。你们接着跑啊！怎么都跑了？武魂殿众人戏谑的看着唐三几人。唐三，昊天斗罗之子，罕见的双生武魂拥有者。我说的对吗？完了，武魂殿果然知道了我的身份。我断然不会让一个能够威胁到武魂殿的存在继续成长下去，去死吧！凭你这朵菊花，也想欺负我们七宝琉璃宗的千金？你武魂殿此举到底所为何事？我武魂殿行事，何须向你们七宝琉璃宗解释？你们不老实待着，今日还敢来坏我武魂殿好事，我倒要看看这次还有谁能保住你们。两极竞争的剑爷爷，剑师，比比东借助陈心被控制住的瞬间，用出了全力，务必将陈心一击必杀。可是还是小瞧了陈心的第二神级武魂生命之术，神级以下攻击，哪怕再重的伤，也不会瞬间死亡。果然还是小瞧了你，一起上，一个不留。教皇冕下，动不了了。唐三，你可愿意做我的传承者？你是谁？修罗神。救下我的伙伴们，我答应你。有情有义的小家伙，速去杀戮之都接受传承吧。这好恐怖的威压，难道又是星斗阁出手的吗？感受到一股非斗罗大陆的强大气息。看来武魂殿已经动手了，看样子失败了。天命之子哪是那么好杀的？看来不是海神出手，就是修罗神出手了。前路漫漫，其修远兮。来斗罗2年，今日自证成神。时间不出，空间为王，我为时光。经过2年的修炼，小叔在西子的辅助下，魂力达到神王层次。九幽，这所有势力即日起星斗阁限量推出神晶10枚，极限斗罗破境丹，100万年魂环，魂骨不限量，使用魂晶和金魂币皆可购买。神界既然知道了咱们，那就送他们一份大礼。你说教皇冕下已经成功了吗？为什么这3天内逆世中的动静越来越小了？我也不清楚。教皇冕下半年前一大神迹，按理说服下从星斗阁买来可突破至神王境界的神晶后，该出关了呀。我唐三终于完成修罗神考核，继承修罗神位。星斗阁武魂殿，我回来了。修罗，你说的是真的？斗罗大陆真的发生了如此诡异的变化？你们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或许要不了几年的时间，斗罗大陆的整体实力可能要超过神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从今日起允许神之下界全面压制斗罗大陆。阁主，目前星斗阁所有人皆是神王之上修为，即使神界开战，咱们也不惧。无妨，天一人足矣。这些年，神界的人不断进驻斗罗大陆，上3宗皆已投靠他们，只有武魂殿还在抵抗。听说最近昊天宗准备攻打武魂殿了。是的，唐三得修罗神传承，加入了神界联盟，据说已回昊天宗，成为太上宗主。他们收复了天斗帝国，不日将攻打武魂殿。看来我星斗阁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啊！只要他们不干预我们拍卖，不用搭理他们。这就是你所说的武魂城？是的，毁灭神王冕下。
那就让我看看是什么人值得让我下界来。比比东，速速出来受死！小子，我不去找你，你倒是送上门来了。怎么这么多神之？武魂殿这几人怎么短短几年时间全成神了？我可是历经了磨难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们怎么敢成神？唐三，你来犯我武魂殿，今日就永远留在这里吧。哼，小丫头，难道天使神没告诉你成神后要低调吗？今日我就帮他教育教育后辈。就你也配称神王？神界真是该换代了。放肆！小丫头，老夫今日就教你什么叫尊重长辈，什么是神王不可辱。老东西，当我怕你不成？毁灭神王也不过如此吗？毁灭神王怎么也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这下界的蝼蚁怎么实力能达到和他势均力敌的地步？小丫头休要逞口舌之力。你就这点能耐吗？还是说昊天宗不给你饭吃？小丫头，待会老夫定将你挫骨扬灰。老家伙，你也吃我一剑试试。老家伙，身为神界神王，你怎么只会跑？此时的毁灭神王怎么也没想到，一个20多岁的黄毛丫头，竟然能让他如此狼狈。此事需立即回去和诸位神王商议，不能再让斗罗大陆继续发展下去，不然神界危矣。武魂殿，你们很好，等待神界的怒火吧，我们走。那个三哥，我们走吗？神界的人真不靠谱，还不跑，等人家请咱们吃饭吗？唐三，我武魂殿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吗？你们想怎样？不怎样，自废修为，亦或是留下你的命。就凭你们，我想跑，我看你们谁能留得住我。追！你们是疯狗吗？紧追不舍的。唐三，看你一会嘴还有没有这么硬？唐三，你以为成神就无敌了吗？知道为什么你这么不堪一击吗？这几年没有机会参加星斗阁的拍卖吧，最后看一眼斗罗大陆吧。似你梦魇中凋零，坠入永恒地狱。这个威胁算是彻底了结了。阁主唐三陪毁灭神王前去武魂殿，结果毁灭神王不敌千仞雪，带着七宝琉璃宗众人跑了。比比东他们围杀唐三，唐三陨落。他打不过千仞雪很正常，双神级武魂，全身100万年魂骨魂环，这些年在咱们这里买的天材地宝不知好几，再打不过毁灭神王，我们星斗阁岂不是浪得虚名？没带唐三走吗？看来神界也不是铁板一块啊。唐三没死。这下有好戏看了。毁灭这种时候还打着你的小九九，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吗？唐三，突破不利，这份机缘看来还是你的。修罗神王拿出当年龙神陨落后的元神碎片，打入了唐三的身体中，顿时一股恐怖的能量瞬间冲噬了唐三的身体。这感觉很好，格外的强大。修罗，立即召开神界会议。我此次去斗罗大陆，有惊人发现。你的发现难道就是丢下别人自己跑路吗？唐三，是你，你没有死。我还等着给你收尸呢，怎么会先你一步？小兔崽子，本神王教你如何说话。唐三，你好狠！毁灭纵有万般的不是，你不该杀他的。好了，事已至此，接下来怎么打算？今日神界所有神之，听我号令，攻打武魂殿，血洗星斗阁，统一斗罗大陆，即刻出发。就理你。唐三，你可真是我们武魂殿的克星啊！灰飞烟灭了还能复活。拜你们所赐，如今的你们在我面前连蝼蚁都不如。就在刚刚，比比东和千仞雪2位神王境联手，
竟然在唐三手里一招都没有撑住，这让比比东无比的挫败。你想怎样？你武魂殿就因为看了未来，就要将我抹除。很好，今日就让你们好好看看武魂殿众生在你们面前陨落的画面。睁大眼睛仔细的看，武魂殿是怎么消失在斗罗大陆的。该死，我和你拼了！我让你动了吗？老实待着，好好看看你们武魂殿覆灭。就这样，武魂殿在神界的进攻下彻底覆灭。接下来带你们看看你们所依赖的星斗阁如何消失的。我很仁慈的，这样也能让你们彻底死心。想不到星斗阁竟然会有神王级别的神兽看守大门，怪不得能让斗罗大陆发展的超乎我们想象。阁主有令，哪来的回哪去？来星斗阁做买卖，我们欢迎。若是来惹事，后果你们承担不起。告诉你们阁主，念在多次送我机缘的份上，给你们3天时间臣服，如若不然，星斗阁灰飞烟灭。既然如此，那就只好把你们抓来给星斗阁打扫卫生了。王旺，他就这么把修罗神王吃了。唐三，你原本是天命之子，前途不可限量，奈何仇恨湮灭了你仅剩的理智。今日罚你修为尽散，在星斗阁陪着小五尽死其过吧。